末世降临时，闺蜜在爽文系统和甜宠系统之间选择了前者。然而，爽文女主的任务太难，她摆烂放弃后，沦为基地男人的工具。我却成功完成任务，让基地首领爱上我，被所有男人尊敬和仰慕。闺蜜临死前不甘地拉着我，凭什么我要灰头土脸地往上爬，而你只需要讨好男人就能拥有一切？我们双双死后又一起重生了。这一次，她率先选择了甜宠系统，朝我冷笑，不过是勾搭男人而已，这么轻松的任务，我完成的一定不比你差。我也笑了。我一开始想选的就是爽文系统呢。午夜3点，窗外响起一阵嘶吼。我刚打开房间，就和对面的闺蜜碰上，我俩面面相觑，我还来不及说话，一道电子屏幕投在我们眼前。恭喜宿主获得末日求生空间绑定权，请2位宿主分别选择你们要绑定的空间，但选择不可更改。摆在我和闺蜜眼前的是粉色字体的甜宠系统和金色字体的爽文系统。面对这熟悉的一幕，我尚且还在思考，闺蜜却眼冒金星，抢在我的面前，毫不犹豫地点击了甜宠系统。随着绑定成功的机械音落下，闺蜜朝我露出了得意的笑。陈苏，你别怪我，谁叫爽文系统的任务太难了，而甜宠系统只需要讨好男人就能获得一样的待遇和资源。既然这样，我凭什么要灰头土脸的往上爬？不过是勾搭男人而已。既然你都行，我一定不比你差。她说完，便毫不客气地甩上房门。我看着紧闭的房门3秒，最后点下了爽文系统。闺蜜这般自信和得意，却不知道上一世我原本就是想选爽文系统的。前世闺蜜在2者之间犹豫许久，最后选了爽文系统。按照她的话来说，就是她想体验一下做强者被人追捧的感觉。然而绑定成功后，系统不是让她去杀丧尸，就是让她去搜集资源，任务一个接一个，几乎让她没有喘息的余地。在又一个她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下达后，她终于摆烂放弃，被系统掠夺了所有权限。而我却和系统钦定的男主顾潇感情愈发升温。顾潇是退伍军人，长相帅气，身材高大，闺蜜一眼就喜欢上他，多次以合作的名头接近他，但他一次都没答应，反而对异能一般毫无优势的我青睐有加。在当上建立基地，当上首领后，将我奉若神明，连带着基地的所有男人都对我加分尊敬。闺蜜却因为放弃任务，失去特权，只好去讨好别的男人以求生存，最终却沦为他们的工具。末世前，她是校花，受人追捧，她不明白为什么会沦落至此。她将一切归结于我有甜宠系统，她恨极了我，于是在某个晚上以叙旧为由把我骗出来，任由我们被丧尸群吞没。临死前，她不甘地说，凭什么你只需要讨好男人就能拥有一切？所以这次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甜宠系统。我回到房间，打开系统面板，我匆忙打开房门，便看见客厅一阵狼藉，林青脸色惨白的正在和一只丧尸搏斗，看模样是对门的邻居。林青前世也杀了不少丧尸，而且现在刚异变的丧尸还非常弱，按理说他不会害怕成这样。我摸出七手，正打算上前割下桑肠脑袋，这时门口传来2声枪响，接着丧尸就被爆了头。道沉稳冷静的声音传来，没事吧？随之而来的是3道高大的男人身影。为首的人穿着简单利落的皮夹克，下巴处有道指甲盖大小的疤痕，眉目冷静，长相冷峻，正是系统要求攻略的男主顾潇。闺蜜从地上爬起来，勾了勾耳侧的头发道，我没事，谢谢你。顾潇旁边的胖子道，寻常女生遇到丧尸早就吓得晕了过去，没想到你还能跟他搏斗上2招，心性倒是不错。我们是一个小队的，打算建立个安全基地，现在正在外面搜寻活人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？林青一听，立马扬起微笑，当然愿意，你们放心，我不是那种咋咋呼呼的女生，保证不会给你们拖后腿的。她说着，微微红着脸，瞥了眼顾潇。甜宠系统的任务很简单，只要让顾潇不断提升心动值，他就能获得奖励。前世我就是靠着冷静的击杀丧尸，从而获得了顾潇的另眼相待，接着在之后的相处中不断制造暖妹，让他逐渐爱上我的。林青是打算效仿我的做法，我没说话，起身想去检查丧尸脑袋里有没有晶核。顾潇他们似乎这时才发现我的存在，相比给他们留下漂亮坚韧形象的林青，我就显得普通了许多。胖子的态度冷硬了许多，别动他，丧尸体内有病毒，感染就不好了。现在是末世初期，人类还不知道丧尸体内会有晶核。我抿了抿唇，正考虑着要不要说，林青却白着脸往顾潇的身边靠了靠。小哥哥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广当然。顾潇看了他一眼，林青闻言脸更白了，指着我道，可刚才丧尸冲进来的时候，我闺蜜好像被他弄伤了。瞬间，3人警惕的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，甚至顾潇毫不客气地掏出枪对准了我脑袋。我举起双手，面无表情道，他胡说，我出来的时候丧尸就已经死了，如果你们不信，可以检查我的身体。林青咬着唇，在顾潇身边弱弱的反驳，你是我闺蜜，我有必要污蔑你吗？苏苏，你别怕，他们这么厉害，肯定会有办法的。然而顾潇却打断了他的话，感染过后必定会变异。真的吗？林青的眼泪落了下来，可她是我闺蜜呀，我不忍心看她死在我面前，要不然我们就别带着她一起，就算她变异，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
胖子叹了口气，推了推顾潇的手，他实在是太善良了，这份真情在残酷的末日很难得，我们就宽容这一次吧。顾潇瞥了我一眼，似乎是在扫视我到底有没有伤口。然而我裹得太严实，他什么也看不见。我对上他冷淡的眼神，嗤笑了声。我太了解这个男人了，吃软不吃硬，内心闷骚得很。前世我为了讨好他，做了不少放低自尊的事，如果我现在服个软，或许他会网开一面。可有必要吗？林青就是故意想折磨我，让我知道爽文系统有多难，让我也尝尝他前世受过的苦。可我跟他不一样，谁说末世之下就一定要依附男人？那就这样吧。我对上黑洞洞的枪口，毫不畏惧地眨眨眼。你们不必带上我，就在这里分别。说完这句话，我拨开他的枪，毫不犹豫地离开了这间屋子。我和林青为了实习，搬出学校租了这个公寓。公寓不大，一共有6层，住的都是附近的大学生和上班族。我住在4楼，小心翼翼地穿过楼梯，屏息蹲在栏杆后，往下瞥了眼。楼下住的是对情侣，此刻他们的房门正被2只女性丧尸疯狂打砸。脆弱的门不堪一击，很快就被砸开，里面传来男男女女混杂的尖叫声。阿瑞，别走，就我一。随着这道尖锐女声落下，身形狼狈的男人破门而出，任凭身后的女友如何绝望的嘶喊，他连头也不回。我叹了口气，冲进屋子，女人正躲在沙发底下，2个丧尸正穿着沙发，眼看着要撞开，我手起刀落，用手割开了他们的脑袋。女性丧尸力量小，因此我也没费多少力气，刚杀完就看见系统任务的进度条跳转到20%。我喘了口气，将惊魂未定的女人从沙发底下扶起来，一边检查一边问：“你没受伤吧？”她的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。没有，我一直躲在沙发底下。我放下心，坐在沙发上想要休息一下。惊吓过后，她终于想起来难过，捂着脸哭着道：“连一个陌生人都愿意出手救我，我的男朋友却丢下我，头也不回地跑了。”我扯了扯嘴角，命都保不住了，还想这个呢？下面还有2层，根据我的猜测，大厅的丧尸应该是最多的。你是想继续留在这儿伤春悲秋，还是跟我一起想办法闯出去？他蒙着脸，哭了许久，终于迷茫的抬眼，闯出去？世界变成这样了，我们真的还有生还的希望吗？我从厨房找出一把锋利的菜刀递给他，挣扎还有活下去的希望，留在原地只能等死。他怔愣片刻，缓缓接过，因失恋而悲痛的表情逐渐坚定。好，我试试。随着话音刚落，系统突然叮了声。恭喜宿主获得隐藏属性点1，请宿主选择加持选项。我皱眉问道：有哪些加持选项？系统：力量、速度、异能强度、体能、美貌、身材、精神力。我想起自己杀2只初期女性丧尸都累成狗，思索片刻道：那就加体能吧，丧尸初期不难对付，力量可以之后再加。况且我还有个问题，隐藏属性点是什么？系统：当宿主获得他人的正向情绪时，会产生积极能量，这种能量可转化为属性点，供宿主加持哦。属性点加完后，我明显感觉我体力充沛了不少，比刚醒过来那会儿要好多了。我抬手挖出丧尸脑袋里的晶核，揣进了怀里。面对女人疑惑的目光，我道：这个晶核可以激发异能，能对付丧尸。从现在起，咱们谁杀的丧尸，谁就捡他的晶核，等找个安全的地方再开启异能。哦，对了，我叫陈苏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女人乐乐点头，回答：我叫周寻墨。我和周寻墨一起离开3楼，楼一片狼藉，不难看出搏斗的痕迹，但丧尸已经被清理过，只剩下4具尸体。我挖出晶核，给了他2枚，白捡的，平分吧，他受宠若惊的结果。我们继续往下，很快来到大厅，我们躲在楼梯间往下探了探头。周寻墨呼吸一滞，小声道：是阿瑞，她的男朋友。染着黄毛的男人此刻正和其他几个幸存者一起，一边尖叫一边东躲西藏，丝毫要反抗的意思都没有。周寻墨眼看着又要流泪，我瞥了眼他手里的菜刀，道：大厅最左边有个落单的丧尸，你看他行动迟缓，身体柔软，砍下他的头应该不难，怎么样，能做到吗？他咬着唇，目光落在那女丧尸身上极久，才道：我试试。我点了点头，不等他继续说话，就握着手里的大砍刀冲了出去。大厅里共有13只丧尸，个个迟钝的跟80岁老人似的。看来我的任务能超额完成了。靠近那个阿瑞的丧场是最多的，他躲在柱子后面，一边用花瓶砸，一边大声尖叫：滚开啊，死怪物，滚开！我悄无声息地绕到他身后，手起刀落，解决了2个丧尸，之后又借着他在那发疯，吸引丧尸注意力的时候，又解决了3个。在我连着杀掉5只丧尸的时候，周寻墨也嗷嗷叫着，杀死了那只女丧尸。他握着菜刀，靠在墙上大口喘气，表情从惊恐到不敢置信。接着系统又提示：恭喜宿主获得3点隐藏属性。我勾了勾唇，刚心情大好。楼梯口突然传来2声枪响，接着2只丧尸就倒在了我的脚边。顾潇举着枪，目光在大厅内扫视一圈，最终落在了我的身上，嗓音沉沉问道：地上的5只丧尸都是你杀的？我看着还差一点就完成的任务进度条，有些烦躁的抬眼。顾潇挑了挑眉，露出一抹正色：你倒是厉害。然而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穿着一尘不染小白裙，像是被保护完好的公主似的林青从他身后探出头，小心翼翼地攥了攥他腰上的衣服。陈苏他一直都这么暴力，我就是因为怕他，才会在他的逼迫下和他住在一起，任由他欺负我的。
他眼眶微红，我见犹怜，而我此刻浑身是血，头发黏腻，还拿着大砍刀，活像是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。两相比较之下，那个胖子握着拳，一锤定音道：“这也太恶心了，妹子你放心，有顾哥和我们在，肯定不会让他再欺负你的。”他的话音刚落，我突然抬手将砍刀朝着胖子丢了过去，巨大的砍刀带起一阵凌厉的风，胖子顿时大惊失色，吓得尖叫一声，跌坐在地。扑哧一声，是刀没入身体的声音。胖子冷汗渗渗地回头，便看见一只丧尸不知何时出现在他身后，正张着血盆大口朝他扑过去。我走过去，收起砍刀，面无表情地垂头看了他一眼，接着轻笑了声。大厅还剩4只丧尸，我很快就全部解决完。任务完成后，我和周寻墨会合。顾潇从楼梯上下来后，又看了我一眼，才对胖子道：“赶紧起来，整装上路。”胖子忌惮地看我一眼，嗫道：“抱歉。”我没理他。几人正准备离开时，林青突然快步跃到了顾潇的身边，接着贴在他的耳边说了句什么。下一秒，顾潇掏出一把漆手，挖开了丧尸的脑门，拿出一枚泛着绿光的晶核。胖子惊叹：“还真有，妹子，你也太厉害了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林青微微抬眼看着顾潇，抿唇笑道：“我好像能感知到能量，这个晶核里蕴藏着能量，你们试试能不能喝下去。”晶核是软体的，外面包裹着一层薄膜，里面则是绿色流动的液体。顾潇没有露出丝毫嫌弃之色，挑开薄膜，将液体喝了下去。没过多久，他攥了攥手，眼中划过一抹奇异色彩。果然，他道，接着赞赏地瞥了眼林青：“你做得很好。”他说着，又挖出一个，递给林青：“给你的。”林青受宠若惊的结果。顾潇转头对剩下2个队友道：“把所有丧尸脑袋里的晶核全部挖出来。”话音刚落，几人便打算清扫大厅内所有丧尸。等等，我站起身，冷漠地逼视着顾潇：“大厅里13只丧尸，我们杀了9只，你们只杀了4只，凭什么清扫所有的晶核？”顾潇身后还有个戴眼镜的男人，他闻言理所当然道：“我们和顾哥是要组建基地，就更多的人，当然需要变强你一个女人，能杀这几只丧尸就已经是极限了，还真以为自己比我们厉害了。”他说完，手起刀落，偷出了一只丧尸的晶核。顾潇就在旁边看着，也不说话，明显是默认这个行为。林青则挑衅地朝我扬了扬嘴角，我知道他在想什么。且不说顾潇现在的力量如何，就算我能跟他打个平手，可我敢冒着得罪他的风险，强行要这些晶核吗？要知道他可是位面之子，唯一的男主，以后最强基地朝阳的首领。林青在无声地告诉我，他得到了这个男人，他以后将会踩在我的头上。现在怎么办？外面的丧场更多，如果没有这些晶核提升实力，我们可能很难闯出去。周寻墨担忧地说。我撅了抿唇，打开系统面板，将刚到手的3点属性加在了体能和力量上。接着，在所有人都未反应过来时，我闪身来到眼镜男身边，拍了拍他的肩：“给你一次重新说话的机会。”眼镜男愣了下，接着嗤笑了声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我朝他笑了笑。下一秒，扬起手中漆手，手起刀落，割断了他的脖子。周寻墨吓得惊叫了声。顾潇几乎是下意识把枪对准了我，我只是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我面无表情地看向他，如果你执意要抢，那我就只好跟你的枪比比，到底谁更快了。他眸光很沉，眼神深邃，看了我许久，半晌还是放下了枪。你很有胆识，顾潇说，在末世需要你这样的人，但愿我们不会是敌人。他说完，带着脸色惨白的林青和惊愕的胖子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我和周寻墨破完晶核后，就在保安室全部吸收了。液体刚入喉咙的那一刻，我便感受到一股清凉充盈的感觉充斥着全身。接着我微微抬手，一股泛着蓝色的荧光若隐若现。我叹了口气，就知道是这样，哪怕重生，既定的事实也不会改变，我仍然是最废的植物系。在卫士吸收了晶核的人，会开发各种各样的异能，最强的是雷系、火系这种直接拥有能力的，在不计还有疗愈、大力等提升自我的。而我前世是最废的植物系，只能操控那些没有变异的植物。可在末世前期虽还有植物没变异，但到了后期，几乎所有植物都变异了，哪有什么给我操控的？宿主不要气馁，属性值可提升异能，满级后是可以操控变异植物的哦。系统冷不丁的温馨提示了我一句，我顿时兴奋起来。是吗？多少级是满级？系统100级。我哦了声，又问，那我现在是多少级？系统经检测，宿主异能等级为1，请宿主再接再厉。我沉默片刻，我果断放弃，看向周寻墨，你有什么变化？他脸色有些白，我感觉我的身体好热。我立马道，那你试试，将精神集中到手上，看看有什么变化。他听了我的话，微微凝眉，接着一道火光从他的手心窜起。好厉害，好神奇呀！周寻墨兴奋道。我俩休整了会儿，打开保安室走出去。大厅的活人都走得差不多了，兴许都回到公寓里躲避去了。只有那个黄毛还坐在门口，见我们出来，立马抓住了周寻墨的手。默默，我都看到了，你现在变得好厉害，你的朋友也好厉害，你们肯定能保护好我的，对吗？你们带着我一起吧，我不想死。周寻墨厌恶地甩开他的胳膊，我说过了，在你丢下我的那一刻，我们就已经是陌生人了，我凭什么要带你走？黄毛很崩溃，不惜跪在地上，一边扇自己一边道，
我错了，我不是人，求求你别生气，我们好好在一起，我爱你，我不想死，你也不会让我死的，对吗？给你3分钟处理好你的感情问题。我冷漠地看着他，对周寻墨道，或许是念及昔日旧情。周寻墨好歹是苦口婆心劝了几句，然而黄毛见他如此绝情，下一秒居然朝他扑过去，死死掐住他的脖子。贱人，既然你不愿意带我走，那我们就一起死在这里好了。她到底是女生，力量不如黄毛，且还是被突袭，立马便被扼住了喉咙。我抱胸站在旁边，看着他脸色逐渐青紫，叹了口气，倒不是不想帮，可帮得了一次，帮不了一辈子。我也想看看他的决心，这决定他能否在末世生存下去。周寻墨挣扎了会儿，眼看着黄毛神色越发狰狞，目的他从大腿上取下绑着的水果刀，抖着手狠狠地插进了他的后脖梗，甚至为了让他毙命，还多捅了几刀。黄毛倒了下去，不可置信地看着周寻墨。周寻墨坐起身，沉默地看了他一眼，对我道：“我们走吧。”我有些惊讶地抬眼，需要整理下心情吗？我可以给你时间。不用，他摇头，他不配。话音刚落，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，恭喜宿主获得隐藏属性5点。随着属性值而来的是系统的下一个任务，已为宿主开启系统空间，仅宿主收集物资，填满空间。说完，一个白色的菱形图形便出现在我的手背上，抚摸上去，脑海里便出现个约莫10平米的空间。我沉默了下，难怪前世的林青在前期做任务也算勤快，但仍是哭爹喊娘，崩溃的不要不要的。这需要多少物资才能填满10平米呀？我和周寻墨提了收集物资的事，他当即同意，表示愿意跟着我一起走。我俩商议片刻，打算先去附近的便利店和超市看看，外面很混乱，脚步迟缓的丧尸被吓到四处流窜的活人，丧尸吃人，人打丧尸，哭声、喊声、求饶声交织成一片绝望的末日悲鸣曲。我和周寻墨尽量避着人群走。现在是末日第1天，丧尸的行动速度还很迟缓，且精力有限，不会同时攻击多个人。因此，我和周寻墨还算顺利的来到第一个大型超市，却没想到好死不死的又跟林青等人碰了个正着。他们的队伍比之刚才庞大了很多，如今小队已有10几人，正在并然有序地将超市的东西往外面的卡车上搬运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许多正在疯抢物资的普通人。看见我，林青冷笑了声，想必现在你已经解锁了系统空间，正在囤物资吧？他也做过任务，自然是知道的。我没否认。林青扫了眼周围，道：“别看这里东西多，可整整10平米呢，就算全部收进去，系统也会检测不够，何况还有这么多人跟你抢。我前世可是花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才收集到足够的物资，你知道我这3个月怎么过的吗？”我冷淡道：“没兴趣。”说着又上下打量他，你的异能解锁了，前2个任务都做完了。他露出势在必得的笑。当然，顾潇对我的心动值已经达到5%了，系统给我奖励了一堆好东西。陈苏，这辈子你就好好享受在地狱挣扎的感觉吧。他说完，突然拍了拍手，吸引了其他人的注意。顾潇不在这，应该是去了其他超市。心动值能到5%，想来顾潇对林青还算信任，因此小队的人都对他很是关切。怎么了，林小姐？林青似乎很享受这种众星拱月、被人追捧的感觉。他勾起唇，挑衅看向我，笑道：“他身上有空间，想收走这里的所有物资。”话音刚落，小队的人顿时目光不善地瞥向我，甚至开始拔出腰间的枪，10几个人朝我包抄了过来。小队里共有2个人拿着枪，其他人则是赤手空拳。我面无表情地往门外靠，我可以不拿物资。他骗人。林青立马道：“就算他不在这个超市拿，也会去下个超市，有他在，我们的物资肯定会变少的。”拿枪那人闻言认可地点点头。物资有限，我们不可能立马全部搬走，只要他有机会，还是会回来扫空的，不能让他独吞，破坏平衡。与其这样，不如先解决了他。于是他将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我。我抿着唇，正准备再挣扎下，突然那人惊叫了声，手里的枪陡然滑落。我下意识接住，转头看见周寻墨不知何时出现，将一团火苗丢到了拿枪男人的手。我来不及对他道谢，趁其他人懵逼瞬间，抬手2枪就打死了另一个拿枪的和一个离我最近的。前世我在积极做任务，讨好顾潇时也没闲着，跟他学了许多东西。格斗用枪就是在那时学会的。事情只发生在瞬息间，其他人回过神，立马朝我扑了过来。林青见情况不对，赶紧往外跑。我朝他开了2枪，可惜准头不好，似乎只打到了他的腿。周寻墨帮着我解决了剩下的人，其他抢东西的普通人见情况不对，早已纷纷跑路，因此没多久，超市里就只剩下了我。周寻墨没有向我打听什么空间的事，只是默默将货架上的东西往我身边扫。你快点，我怕其他人听见枪响进来围剿我们。我点点头，不再说话，默契地跟着他一起扫东西。系统空间是真空，因此不担心食物变质，我几乎将整个超市一扫而空，连水箱里奄奄一息的鱼虾都没放过。空间的储量计算方法和现实10平米不一样，它像是游戏背包，容纳为1000的话，食物可能只占0.01，大物件像床这种占0.5的容量。因此扫完整个超市才填了不到1/10，难怪刚才林青那么破防。然而我却笑了，空间越大，对我而言越是好事。
这样可装的东西就更多了，不是吗？15。接下来我和周寻墨一路往北走，又扫荡了几个大型的超市。我刻意避开了顾潇的行动轨迹，毕竟杀了他那么多人，林青肯定会去找他告状他。要是想杀我，现在的我还没有还手之力。扫荡到第16个超市的时候，系统终于提示我任务完成，末日也已经开启了半个多月。而这期间，我和周寻墨俩人也打了不少丧尸，积攒了许多晶核，各自的异能都提升了好几个等级。他已经能把异能火运用的炉火纯青了。得益于我前世的记忆，我俩的进步还算神速。但半个月的时间也足够其他人反应过来，和平的时代已然过去，混乱的末世来临。况且丧尸也在提升，从最初的行动迟缓，如今速度已经有成年男性那么快，力量也超过成年男性。人类不得不开始调整心态，提升自我，以便于更加适应卫士。我和周寻墨算是其中的佼佼者。期间，不少人想招揽或加入我们，但都被我拒绝了。人心复杂，我只想活着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奖励属性点20，扩增空间至20平，奖励宿主可再生稻谷种子1袋。我和周寻墨正在某个暂时安全的房子里啃面包，闻言我愣了下。可再生稻谷种子是什么？系统，顾名思义，能不断重复循环利用的种子。种子成熟后可不断提供稻谷哦。我有些惊喜地道，那这样的话岂不是有吃不完的白米？系统可以这么理解。原来大女主系统还有这种好东西。我突然想到了甜宠系统的奖励，不是什么身娇体软的 buff， 就是什么媚眼如丝的技能，完全将自己变成只会取悦男人的工具。有这个种子就能在末日种粮食，这么多东西，就算是很多人一起吃，那也吃不完啊。一个想法突然在我心里缓缓诞生。前世顾潇的基地有50多万人，是整个幸存者联盟里最大的基地。但由于末日土质发生变化，普通的粮食蔬菜不能存活，植物系异能者拼命研究能适应环境的种子，但也只研究出几种，且产量很少。因此基地里每日都有人饿死，而我有这个种子，我为什么不能像顾潇那样建立自己的基地？16之后的任务就变得轻松了许多，无非就是杀丧尸，收集一些物资来充填空间。2个月后，我的空间已经扩展到50平，里面的物资也完全足够10万人吃10年。周寻墨也越来越强，他的异能已经升到了15级，除了顾潇这种位面之子外，估计短时间内找不出能跟他做对手的人。靠着他，我获得了不少属性点，全部用来加成力量、速度、体力这些了。我俩一路向西南地区而去。我打算把基地的位置选在西南地区，来那里的地势好，进可攻退可守；二来那里的环境温度很适合种植。天色逐渐暗了下来，我和周寻墨停下车，找了处小院，打算进去歇一晚，明天接着赶路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骂骂咧咧的声音传来，赶紧出去找吃的。你想饿死我和你弟弟吗？接着，小院的门被打开，一个浑身是丧尸血、表情呆滞麻木的少女拎着一把斧头，面无表情地冲了出来。因着她突然拦路，我们不得不停车。少女看了眼我们的车，敲窗问周寻墨：“你们是要去西南吗？”周寻墨点点头。少女将斧头展示在我们面前，说道：“我听说西南有个朝阳基地，你们可不可以带上我们？”你放心，我不会白白坐你们的车，我是雷系异能，会杀丧尸，到时候晶核全部给你们。他似乎已经默认我们也要去朝阳基地。周寻墨闻言，好奇地问他：“既然你这么厉害，为什么不自己去？”少女撅了抿唇：“我还有妈妈和弟弟，他们没有异能，不方便出门。”所以我接过他的话，冰冷地问道：“你是打算带着你妈妈和弟弟一起，一路保护他们到朝阳基地吗？”少女垂下头，默认了我的说法。我和周寻墨对视了一眼。老实说，这一路走来确实也很辛苦，若有个雷系异能在，倒是能轻松很多。但对他口中的妈妈和弟弟，我和周寻墨尚且有些犹豫。于是他道：“可以是可以，不过今天太晚了，我们能在你家休息一晚上，明天再上路吗？”少女毫不犹豫地点头：“好。”他说完，小心翼翼地打开院子门。院门是经过加固处理过的，里面很乱，到处都是丧尸血。2个人正一躺一坐在沙发上，躺着的那名少年见状，眉头皱起：“叫你去找物资，你怎么带了2个拖油瓶回来？”那坐着的妇女又开始骂骂咧咧：“赔钱货，赶紧带着他们滚！”少女尴尬在那：“妈，他们很厉害的，你们不是要去朝阳基地吗？他们可以带我们去。”妇女闻言冷哼了声：“既然这样，那就允许他们在这里躲一晚上吧。”那少年却摩拳着下巴，不屑道：“2个女人能种什么用？也就是有辆车而已。”少女没说话，带着我们进了屋子，然后转身拿起斧头，又打算出门。现在是晚上，气温很低，丧尸都出来活动了，你明天再去吧。周寻墨拦住他：“明天去，那今晚吃什么？”少年吼道。我瞥了他一眼，想吃就自己出去找啊。少年，我没异能啊，而且我上哪找？那就饿着，一晚上不吃能死吗？我操 ，NM， 这里轮得到你来唧唧歪歪吗？他说着，随手抄起一个板凳朝我砸了过来。我眼都不眨一下，下一秒板凳就被周寻墨烧成了灰烬。我嗤笑了声：“能闭嘴了吗？”少年缩到了妇女的身边，讪讪的不再说话。晚上，我和周寻墨吃了点面包和水，就找了个干净的地方休息了。期间的少年和妇女没少盯着我们手里的食物看，但我们连一个眼神也懒得给。周寻墨本想叫少女一起休息，但他抱着斧头说他来替我们守夜。我闻言没说话，转头睡了过去。半夜迷迷糊糊间，似乎听见周寻墨和他交谈的声音。
周寻墨，你才18岁，他们这么对你，你为什么不离开呢？少女，那再怎么说也是我妈妈和弟弟，等我把他们送到朝阳基地，他们安全以后，我就再也不欠他们了。周寻墨，哎。第二天天不亮，我们便整装待发。在给车子加油的时候，周寻墨凑到我耳边，悄声说了句什么。我瞥了眼那名叫李招娣的少女，叹了口气，无奈地点点头。我们开的是个很大的吉普车，一上车，那少年就好奇地东张西望。据李招娣所说，他的弟弟和妈妈自末世开始就一直待在家里，这还是第一次出门。李耀祖一开始还很害怕那些丧尸，但见周寻墨实在太厉害，于是他中二之魂燃烧，居然开始在车上挑衅起那些丧场。初期的丧尸是没有智慧的，但经历了4、5个月的发展，早已有些厉害的丧尸进化出思想。很不幸，李耀祖就招惹到了这种丧尸。当数以百计的丧尸开始围攻我们的车子，并将我们撞得东倒西歪后，他终于开始慌了。李招娣，怎么办啊？车窗都要被撞烂了。没办法了，丧尸太多了，现在只能让我们下去引开他们，然后再借机开车离开。我看着窗外，还算冷静地说。李耀祖和他妈吓得脸都白了，哆嗦着嘴唇道：下去。我的老天，那些丧尸是真的会吃人啊！我不下去，我死也不下去，我也不去。李耀祖立马道。说着，他推了一把李招娣，让他去，他不是能杀丧尸吗？他去了肯定死不了。周寻墨艰难地开着车，呵斥道：这车迟早要出问题，留在车上反而不安全。这样吧，你俩留在这里等我们，我们去引开丧尸，杀完以后再过来会合。李招娣对此没有意见。我们3人打开两边车门，用异能给自己套了层保护罩，跳下了车。老实说，这些丧尸除了那个生出智慧的，其他的倒也不算厉害，因此我们杀的还算轻松。但落在李耀祖他们眼中却不是那么回事，他们只知道一大群丧场像潮水般涌来，吓得3魂6魄都快离体了。于是我们这边杀着，突然听见一阵引擎发动的声音，是我们的车。我妈她会开车。李招娣下意识回头，脸色顿时变得无比难看。19，李招娣冲出丧尸群，朝着吉普车追了过去。妈，你们别走，妈一。可惜她的声音淹没在车子扬长而去的尾气里。我和周寻墨解决完周围的丧尸，李招娣挫败地蹲坐在地上，不停地朝我们道歉。对不起，我没想到他们会这样，对不起，我会赔你们一辆车的。无所谓，那车反正也快坏了，应该坚持不到他们抵达朝阳基地吧？周寻墨淡淡地说道。李招娣闻言愣了下，我逆着他，怎么了？心软了？想要去救他们？他摇了摇头，没有。早在他们开车抛下我们的时候，我的恩情就已经还清了，接下来他们怎么样，都和我没有关系了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以往颓败的眼神倒是坚定了不少。我看了他半晌，朝他伸出手。那么你愿意加入我们吗？李招娣抬起头，愣愣地看向我。不是去朝阳基地，而是建立一个新的基地，就我们。我继续说道。他抬着头，陷入沉思。目的不知想到什么，一片死寂的眼中升起一道光。半晌，他坚定地朝我伸出手，嘴角微微勾起。好，姐姐，我以后会用生命保护你们的。恭喜宿主获得20属性点。20招揽了李招娣后，我又从空间里拿出一辆新的吉普车。对此，他没有露出丝毫不妥的神色。我们开着车，2天后看见了朝阳基地。如今的朝阳基地只是初具雏形，占地面积不是很大，外面围着一圈又一圈的铁丝网。金望塔上有人在放哨，看见我们的车，他们吹着哨子，大声叫我们停下来。在末世能拥有一辆车的人，实力是非常不凡的。身为刚成立的基地，自然是想要大力招揽的。因此，我们刚抵达朝阳基地，就被他们的人请了进去。周寻墨本是不想去的，但建造基地需要人手，我打算向顾潇借点。虽然他可能还记恨我，但我以利益诱惑他，应该不会这么不识相。朝阳基地如今还很简陋，里面是砖头水泥垒起来的房子，房间不大，最多住着10几个人。他们面黄肌瘦，神色警惕地看着我们，眼中满是对末日的绝望。我们被带到一座红瓦房前面，还未来得及敲门，就听见里面一阵暧昧的声音。我和周寻墨对视了一眼，看来林青这些时日的进展也不小啊。房门打开后，林青红着脸背对我们坐在沙发上。顾潇听见声音，下意识抬头看见我们后，短暂愣了片刻。是你们？话音刚落，林青回头，面上的笑容刹那间消失不见。你们还有脸出现？他顿时站起来，扑到顾潇怀里。就是他们打伤了我，还杀了10几个兄弟。顾潇的脸色沉了下来，找你们许久，没想到你们自己送上门来。既然来了，那就别想再走。他说完，门口突然出现10几个高大男人，将我们围住。我扫了一圈，丝毫不慌，淡淡道：顾潇，别这么大的火气，我是来跟你谈笔交易的。顾潇闻言，冷冷的上下扫了我一眼，嗤笑：你有什么能给我的？系统给的属性点，我全拿去点力量、速度、体能这些了。如今的我，不仔细看的话，就像是个男人。况且我两手空空的来说要跟他谈交易，他轻而易举的就将我的目的想歪了。林青窝在他的怀里，就像是末日之下的金丝雀一般。她穿着干净的裙子，因为任务完成的不错，如今身段愈发凹凸有致，那张脸蛋愈发漂亮。和她一对比，我就像是个逃难的。别误会，我说我知道朝阳基地刚建立，肯定很缺食物吧，我可以给你们年份的食物。顾潇愣了下，终于正色道：
你有，想必他已经告诉过你我有空间的事了。我瞥了眼林青，接着从空间里拿出了一个面包。这块面包进入空间后，品质也没有发生变化，仍是维持着刚烤出来的样子。刚拿出来就散发出诱人的甜香，让我身后的男人们下意识地吞了口口水。空间果然是个好东西。面包的诱惑太大，顾潇几乎没什么犹豫的就答应了我的请求。于是我以1年份的食物向他换取了300个人，且由我亲自选择。从房间里出来，周寻墨担忧地问我：陈苏，你就不怕他拿到东西就反悔吗？我摇摇头，似笑非笑。他很聪明，懂得放长线钓大鱼的道理。不过等那个时候，到底谁是大鱼，谁是小鱼，还未可知。而另一头，林青吃着面包，脸色却逐渐扭曲。他搂着顾潇的腰，撒娇道：你真的要给他300个人吗？他要自己建立基地，等他起来了怎么办？我可不想看他的脸色。顾潇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头，说道：当然要，他手上有物资，那不正是我们缺的吗？等他将基地建起来，将人力培养起来后，我再出手吞并他的基地，到时候朝阳将会前所未有的强大，又怎么会让你看那个女人的脸色？22选人的时候，我给了个小孩2颗糖果，让他私底下去打听哪些人不愿意再留在朝阳基地。小孩的效率不错，很快就给我带了一大群人。他的妻子被基地拿去做诱饵，死在了丧尸群，他很恨首领，还有他的家人都是在基地饿死的。之前丧尸入侵，他为了救林青差点死了，但是那个女人去跟首领说他纠缠他。小孩贴在我耳边，如数家珍，我点点头，将这些人全部记下。大都是些老弱病残，但用来修筑基地已然足够。如果我全带精壮青年走，顾潇肯定不会同意。朝阳基地建造在西南方向的最中间，占据着最好的位置。我不想离他们太近，和周寻墨开着车找了许久，终于在偏南处找了地势还算平整的地方。3天后，我带着筛选出的300人离开了基地。离开那天，朝阳刚好经历了一波丧尸潮。击退丧尸后，顾潇给他们分了不少吃的，他们很开心，望着我们离开的背影，充满了不屑。3个女人妄想建立基地，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我们首领这么厉害的人，当初建立朝阳的时候也吃了不少苦头呢。他不就是仗着自己手里有点物资呢？可食物总有吃完的那天，到时候他们要怎么办？是啊，带走的都是一群老弱病残，别说出去收集物资了，就是像今天这样规模的丧尸潮，恐怕他们都顶不住一波呢。要我说，那3个女人还不如把物资上交，投靠我们算了。兴许首领还愿意给他个不错的住处和待遇呢。被我带走的300人也是忧心忡忡，但比起未卜的前路，他们对朝阳基地更加失望。用他们自己的话说，宁愿跟着我开疆拓土，一起吃苦，也不愿意再回到这个毫无人情味的地方。我听了他们的话后，沉默许久，道：你们放心，跟着我，绝对不会比在朝阳基地更差。23，他们一开始只以为我是在说空话鼓励他们，然而当他们忙完了一天的活，终于到了吃饭的时间。众人忐忑又期待着我会拿出什么给他们吃，希望有压缩饼干吧，那个比较顶饱，再喝点干净的水，我今晚能熬一晚上。听说他有不少物资，还给了顾潇面包什么的，我希望我也能分到一小块。别说什么饼干面包了，就算是杂菜杂草的，只要能吃饱肚子，我都可以。就在他们讨论的热火朝天之时，突然有人狠狠地抽了抽鼻子，这是什么味道？好像是白米饭。什么白米饭？我看你是饿得太狠，产生幻觉了。都末日了，哪里还来的白米饭？不是，真的有白米饭的味道。我吃了30多年，绝对不会错。卧槽，我难道真的出现幻觉了？我甚至还闻到了肉味，我也闻到了，好香的味道，我要饿死了。原本淡定的他们，因为这越来越浓烈的香味，开始疯狂吮吸空气，好像只要能这样闻一闻，对他们来说都是莫大的享受一般。就在这时，李招娣在早已垒好的石墙后面探出头，笑盈盈地喊了他们一句：饭做好了，你们快过来吃吧。所有人面面相觑，难以置信。饭？什么饭？卧槽，不会是我想的那个吧？啊，是白米饭吗？他们说着，迫不及待地冲了过来。石墙后是5个大锅，都是我从空间里放出来的。此时此刻，5个大锅敞开，里面的食物被他们尽收眼中。只见有3口黑色大锅里是温软的白米饭，在昏暗的灯光下散发出诱人的香气，钻入了每个人的鼻息间。而另外2口大锅里，一个锅里是土豆炖红烧肉，汤汁莹润饱满，土豆吸满了汤汁，炖得十分软烂，棕褐色的红烧肉在灯光下散发着诱人的光泽。还有一口大锅里则是白菜炖豆腐，汤汁呈现浓稠的乳白色，喝上一口又暖又甜。短暂的沉默后，所有人沸腾了，他们那双眼睛死死盯着这5口大锅，不停地咽口水，甚至还有人激动地哭出来。我的天，真的是白米饭和肉，我没想到我有朝一日还能吃到热腾腾的饭菜。周寻墨见他们发呆，无奈地招呼道：别愣着了，那边有一次性碗筷，你们拿好过来盛饭菜吧，今晚每个人都管饱管够。5口大锅里的食物非常多，如果放在末世前，足够1000个人吃了。但在卫士，仅仅是300个人就吃得干干净净，甚至他们连碗底都舔得十分干净。吃完饭后，所有人看着我的目光顿时肃然起敬。在末世之下，能让他们吃上热饭菜，还能吃得饱，几乎是不敢想的事。而我也非常成功地听见系统叮叮咚咚提示我有300个属性点到账，我立马想把体力这些加满。
但系统却说和其他数值的差距不能超过50分。我看着毫无作用的美貌等数值，抽了抽嘴角。所以这是逼我点美貌值，没办法，我只好尽力缩小差距。晚上的时候，我洗了个澡，洗完出来，周寻墨本想接着去洗，然而他突然脚步顿住，上上下下打量我几眼。我疑惑地问他怎么了？周寻墨，苏苏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怎么突然觉得你好美啊？我无语。耗时5天之后，我的基地终于建造完成。这5天里，众人因为吃得好，气色好，干活也越发利索，看我的目光也越来越尊敬。我白捡了不少属性值。基地建立完成后，我问了300人的想法，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回朝阳，甚至他们还想将自己在其他基地的朋友和家人全部接过来。我根据他们每个人的能力，给他们分派了任务。周寻墨和李招娣2人分别组建了一支巡逻队，负责白天和晚上，而其他战斗力不好的人则跟我一起研究怎么种植稻谷。我们的基地是传入了朝阳，毕竟离得近，有点什么消息都很容易探查。听说我在研究种植稻谷，顾潇冷笑道：“天真，他早已试过，末日改变了土质，根本不可能种出什么食物。”但林青却有些担忧，他是知道系统会给东西的，虽然他前世没解锁到什么有用的，但难保我不会解锁。于是他对顾潇道：“我看他们吃的挺好的，陈苏手里肯定有很多物资，以免夜长梦多，咱们现在就杀了他好不好？”顾潇沉吟半晌，缓缓点头：“好，我整装一下部队。”他这一整装就是半个月，这半个月里，我成功用我的植物系异能催熟了稻谷。当第一颗幼苗发出芽的时候，整个基地都在欢呼沸腾。有发芽，就证明有了食物，有了食物，他们对喂食就不再绝望。大家很快就奔走相告，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自己的其他同伴和亲人。因此，来投奔我们基地的人开始成倍的增长。我又挑了几个品行不错的，提拔了他们，让他们帮着管理基地、巡逻、筛人，我则专注地投身于催熟事业中。托异能的福，稻谷长得很快，眼看着要到了快要收获的时候。就在这时，顾潇他们朝我们基地展开了进攻。先是一波丧尸狂潮来消耗我们的战斗力，等丧尸解决后，顾潇带着一众异能者堂而皇之的出现，逼着我们打开基地大门，将所有的物资全部交出去。周寻墨气得脸都青了，站在登望塔上怒骂他：末世本就生存不易，人类更应该互相帮助。顾潇，你是良心被狗吃了不成？顾潇不为所动，林青站在他身边，那张脸得意的五官都要飞起来了。弱肉强食，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就是这样的，怪就怪你们太废物。识相的话，就赶紧让陈苏把手里的物资全部拿出来，否则他说着，身后的异能者随之而动，手中的异能拼命砸了过来，基地顿时开始受损。大家苦苦维持，但仍是有些不敌。林青冲着基地内大喊：“陈苏，你看看这些人为你多拼命，你自己好意思躲着吗？”就在这时，我终于站上了金望塔，而我的手里高高的举着一颗成熟的、刚摘下来的麦穗。你们看看这是什么？我面无表情道：“我已经研究出催熟稻谷的技巧，且只有我能做到。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”一阵死一般的寂静。片刻后，基地外传来一阵唏嘘沸腾。顾潇见状，脸色难看了不少。他回头对其他人道：“他骗你们的，我们基地那么多植物系异能者都没研究出如何种植稻穗，他凭什么可以？就凭我的植物系异能，已经有80多级了。”我冷笑道：“事实上，如果不是系统出品的稻穗，就算我植物系异能100级也没用。但80多级这个词一出来，就把所有人唬住了。要知道，就连顾晓他的雷系异能也才40多级，而且我拔高声音继续道：顾潇是不是允诺了你们，只要攻打完我的基地，我所有的物资都能分出来给你们？既然大家都是为了利益而来，那为什么不直接加入我呢？想必你们也听说过这段时间我们基地吃的有多好了吧？”话音刚落，我们基地的人纷纷点头赞同，隔3差5能吃上热腾腾的白米饭不说，偶尔表现得好还会有肉吃呢。是啊，而且基地没有内斗，每个人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就能得到积分，能兑换好多物资呢。我已经靠巡逻兑换了一件棉袄了，只要我再努力，很快就能住上单人间。这里的环境不知道比朝阳好了多少倍，首领对我们也很好。他们说完，崇拜地仰头看我，仿佛我是什么女神般。这样的画面落入林青的眼中，他恨得几乎咬碎了一口牙。自己在朝阳基地虽然靠着顾潇，地位也很崇高，但他知道那些男人从心底里是看不起自己的，凭什么我有这样的待遇？顾潇，别听他说了，我们快点杀了他好吗？林青扯了扯他的衣袖，楚楚可怜的央求道。然而顾潇抬头看着登望台上的我，陷入沉思，并没有马上回应他。不知是不是他的错觉，总觉得几个月不见，我便好看了许多。不仅如此，此刻站在金望塔上正侃侃而谈的我，居然像是在发光，耀眼到他都有些忍不住被吸引了。最后的结果让所有人大跌眼镜，顾潇居然愿意放弃朝阳基地，并上交所有的物资，加入我们基地。对此，周寻墨虽然非常不情愿，但我们商议过后，还是接纳了他们。毕竟他们手里的人才真的很多，别的战斗力不说，就那些植物系异能者就能帮我催熟稻穗，不用我再亲自动手。当然，我也不怕他们拿走，毕竟种子只有我有，离开了我，这些稻穗是无法存活的。顾潇加入后，为表友好，我还是给了他一个不小的职位，因此他时常借着职位之便，有意无意的来接近我。每当他跟我说话时，林青就会用一种非常阴狠的目光盯着我。
又过了小半年，基地发展的愈发壮大，已经容纳了超过10万人。由于稻穗成功培养出来，系统又给我奖励了许多好东西，有各种蔬菜，甚至还有能够培出普通动物的方法，以便于我能够生产出肉。当我拿出越来越多的东西，拯救了越来越多的人，招纳了越来越多无家可归的人时，我获取了信仰值成倍往上增加，手里的属性点也越来越多了。我已经把所有能点的属性全部点到了满级。因此，当我一出现，不光是男人，就连女人都会用艳羡或崇敬的目光看着我，道：首领，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。首领又厉害又漂亮，简直是最完美的女人。林青躲在暗处，听着这些话，快要把自己的指甲抠烂了。他已经有1个月，任务没有任何进展了。甚至在某天夜里，他躺在顾潇身边，居然听见他叫了声陈苏。他当时气得跟顾潇大吵了一架。以往时，顾潇总会耐着性子哄他，可如今他都从房间里跑出来，顾潇居然也没追出来。他的内心升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慌乱，不能再这样了。林青想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，他必须要结束这一切。隔天中午，顾潇给我端来一盒饭，我扫了眼，对他说：放在这吧，谢谢。他却没走，绕到我身侧，道：休息会儿吧。不用，我马上就能找到安抚变异动物的方法了。我淡淡道，没有给他一个眼神。顾潇叹了口气，突然抬手按住了我的肩膀：你真的已经很努力，很优秀了，不必再对自己这么严苛，可以适当放松的。我的身上顿时升起一股鸡皮疙瘩，他这是什么意思？怪恶心的。我忍不住拍落他的手，用一种非常嫌恶的眼神道：你别碰我，不然对你不客气哦。顾潇脸色难看了一瞬，正要说什么，这时门打开，林青满脸受伤的站在门口。阿潇，你们刚才在干什么？顾潇不耐烦的蹙眉，你进来为什么不敲门？林青有些崩溃，你们俩要是没做什么的话，我为什么要敲门？难道你们有什么？够了，林青，你不要总是这么疑神疑鬼的。顾潇，林青瞬间落泪，你以前不这样的，现在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不爱我了吗？那你爱谁？难道是陈苏吗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她是个多么恶毒的女人。顾潇脸色沉了下来，我就是相信你之前的话，才会对她有成见。可这些时日相处下来，我发现她根本不像你说的那样。林青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我过分？你为了维护她，居然这么说我？你先出去。我无语地看着他俩发癫，半晌冷冷道：你俩能出去吵吗？陈苏，你这贱人，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我？如果不是你，我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吗？不就是有个女主系统吗？你爱色什么？你拥有的这一切又不是靠你自己得来的。他声嘶力竭地吼道。顾潇疑惑地看着我，女主系统那是什么？林青冷冷笑道：你还不知道吧？这女人之所以这么厉害，就是因为有系统，不然你以为就凭她自己，早就被男人玩死了。他话音刚落，我猛地一巴掌甩到了他的脸上。29，林青被我打懵了，片刻后反应过来，疯了似的扑过来要打我，我很轻松地躲开了。你还有脸跟我说系统？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不是吗？不管是爽文系统还是甜宠系统，你都尝试过了，到现在为止，你还觉得是系统的原因？我逆着他冷笑道。但林青怎么会承认是自己能力低下呢？我烦躁地对顾潇道：你惹的麻烦你自己解决。顾潇也没想到他这么疯，沉默了半晌，对林青道：我们不合适，林青，分手吧，你以后别再缠着我和陈苏了。分手这个词一出，林青彻底崩溃了。他服小坐地这么久，不就是为了攻略顾潇，完成任务，享受万人追捧吗？晚了，我告诉你们这对狗男女，我不好过，你们也别好过。基地后方的闸门已经被我打开了，想必现在成千上万的丧尸正在来的路上吧。就算我要死，也要拉着你们所有人陪葬。林青声嘶力竭地喊着。顾潇的脸色猛地一变，你真是疯了，听见了吗？他干的好事。我面无表情地看向顾潇，丧尸不能进基地，他惹出来的麻烦只因你起，你去解决了吧。顾潇咬了咬牙，突然狠狠地踹了一脚林青，气急败坏地离开。房间里顿时只剩我和他2人。我抬手掐住了他的下巴，以前留着你和顾潇的命在，是因为不想让原本朝阳基地的人寒心，但你做出这种事，你这条命就没必要再留了。好好期待下自己能不能再重生吧。但没用的，不管是爽文系统还是甜宠系统，你都把握不住。林青，认清现实吧。说完，我的手慢慢往下，轻轻一收，片刻间就要了他的性命。夜幕降临，成片的丧场黑压压地朝基地涌来。也不知林青用了什么办法，居然吸引了这么多的丧尸。大家站在登望塔上，看着底下黑漆漆的一片，脸上的表情都很凝重。丧尸实在是太多了，如果他们全部逮着一个地方进攻，就算我们防御再坚固，也会顶不住的。李招娣语气沉沉地说道。那怎么办？广为今之计，只有一个办法。周寻墨看了我一眼，接着道：如果有人愿意出去吸引丧尸的注意力，分一波走，我们这边应该可以很快清理干净。立马有人问道：可是谁去呢？谁都知道，这一去多半九死一生。毕竟基地还有各项防御措施，但外面可什么都没有。半晌，有人登上了金望塔。我去吧。顾潇面无表情道。毕竟这件事说起来也是因他而起，而且综合战斗力和指挥能力各方面来说，顾潇都是最拔尖的。我脸色沉沉地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好的，期待你凯旋。顾潇一走，很快外面燃起狼烟，丧尸果然被吸引了过去。基地趁机迅速清理了丧尸，大家欢呼着，盘算着去救顾潇他们。然而等了许久都没有等到他们的消息。我和周寻墨对视一眼，
招数虽然旧，但胜在好用。早在顾萧出门前，我就在他的身上拍了吸引丧尸的香水，所有人都在等着他平安归来，只有我知道他永远不会再回来了。基地成立1年后，所有的设施基本上都已经完善，如今的基地扩展的快要有一座城市那么大，每天都有人定期巡逻，并清理丧尸，所有的一切都在井井有条地发展着。而我在系统的配合之下，研究出了更多适用于现在的环境的东西。每当我研究出一个东西，就会收获一大波的信仰值。现在的我，在所有人的心目中，已经俨然成为了神一般的存在。这一切都是林青从前追逐的。然而，不管是爽文系统还是甜宠系统，重要的永远不是系统，而是完成任务的人。全文完。